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这次终于要来跟你们分享 Rimmel 的全妆啦。那其实在我收到这个合作之前，就蛮多人敲碗说希望可以看他们家的全妆，所以他们家那时候一开始找我是分享主要前阵子的这个新品给影盘嘛，那我就自己想说，那不然我就拍了一个全妆的影片，刚好一来可以让大家更认识他们家的产品，然后二来是因为最近要接近农历春节了嘛，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些假期啊，或者是活动等等，所以今天我会除了介绍全妆之外，也会画一个比较像我脸上这种可以去参加一些派对感的这种妆容。那如果对他们家品相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好的，那我脸上现在已经上了妆前保养跟防晒，那我们直接来上粉底。那粉底要用的是这个超完美稳肌保湿粉底液。那他们家粉底最有名的就是分这个蓝盖跟另外一个红盖款。那蓝盖它是比较主打保湿跟服帖的，然后妆感上起来是比较偏向那种微光奶油肌，所以这款会是比较适合我的这种干性肤质。那包装的话，它是做这种玻璃瓶身，我直接按压出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还蛮好推开，然后延展性也很不错的粉底。看我的肤色不均，还有一些黑眼圈，那我们今天就直接用手来上妆，它比较快速。它是可以直接这样推开的。那当然你要用那种美妆蛋或者是刷具也都 OK。然后它带有一点点淡淡的香味，额头也上一点。在我这边肤色不均跟这边之前摔伤的地方加强一下，眼下也稍微加强一下，它真的有够好推开的。好，我现在全脸粉底都上完了。那我用的色号呢是010粉肤色，它这系列粉底总共有出4个颜色。那010其实算是比较偏白的，所以我觉得这款粉底可能比较适合自然或是健康肤色的人。那如果你本身的肤色比我还白很多的话，这款可能就没有适合你的色号。那再来就是它的遮瑕力啊，你会发现它的遮瑕度，我觉得平滑度不错，但是如果是像我比较深的黑眼圈，或者是你有那种大痘痘的话，还是要另外搭配遮瑕品。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中等的遮瑕度，但我个人非常喜欢它那种微光感觉，然后不会有太重的妆感。那至于适合肤质的话，我个人会比较推荐给干性肌到混合偏干的肌肤。那如果你真的是超级干的肌肤，在冬天一定还是要做好妆前保湿。那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容易出油的肌肤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他们家另外一款红盖的那款粉底液。接下来遮瑕呢，我要用的是这个超完美稳肌保湿遮瑕膏。那它虽然叫做遮瑕膏，但是其实它的质地是比较偏向液状的。那其实我在前阵子的开价2018 Top 10中也有把它放入我的最爱中，你就知道我个人其实在分享这支影片之前就已经很常用它了。那它有出2个颜色，比较自然这个色号呢，我通常会拿来遮黑眼圈，因为黑眼圈颜色比较深，所以我要先调和我的肤色，然后再用比较浅的去稍微打亮。那它的设计呢是做这种笔刷状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刷在你想要遮瑕的部位，把它紧一点。你可以看到我虽然刚刚已经上了粉底，但是黑眼圈还是有点透出来，所以我就会直接去上在我的这个黑眼圈靠近泪沟的地方，往外。然后因为这边有一些滑雪的色素沉淀还没好，然后我就直接用指腹，或者平常也可以用美妆蛋来盖。那它的质地我觉得还蛮清透保湿的，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用指腹去把它叠盖。然后稍微校色之后呢，我再用浅色去提亮眼泪沟这个地方，一样可以用指腹去盖。啊，我不小心上的有一点点多，用美妆蛋好了。上完之后，我的黑眼圈大概可以遮到6-7成左右。你会发现，你看这边泪沟很明显，可是这边已经黑眼圈淡化很多，而且我这边的黑眼圈本来就比这边还深哦。所以我个人很喜欢它，就是上完不会妆感很厚重，然后也不太会有那种基线的问题，所以也才会入选我的开价最爱的那个10大彩妆之一。那这款呢，除了这些优点之外啊，其实我觉得它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使用细节，就是你在用的时候，因为它是这种软管状嘛，所以你记得不要边用边按压，它按压就会从里面这样跑很多出来，有时候就是用量会稍微比较难控制。再来就是因为它这个包装设计的关系，它的笔盖其实是比较容易脏的，就是它的小缺点，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用起来的那个眼下的遮瑕感受是很好，所以也算是我日常最爱用的一款开架遮瑕。
再下样呢是这个迷雾庄园控油蜜粉饼，这款蜜粉饼呢，它是主打控油，然后还有可以去遮盖你一些毛孔啊、小细纹等等。那它比较适合在粉底后使用，因为我觉得它本身的遮瑕力没有到超级强，比较适合定妆，就不适合直接当粉饼。那我用的时候呢，我会再用搭配那个蜜粉刷，然后直接这样子全脸清扫。不过，因为其实现在秋冬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偏干，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干肌的话，会建议在夏天使用。然后，如果是混合或是控油，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需要的季节或是使用的部位来斟酌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颗啊，它就是一个修狗短袜的蜜粉饼，因为它原价好像才200出头吧。那如果你搭配一些开价彩妆的周末折扣啊什么，它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试过它的粉质真的压的还蛮密的，就是不管你用手去搓，或者是用那个刷子去刷，它都不太会飞粉。所以我觉得这一盒就是可以用蛮久的。OK， 再来我们进入眼妆的部分，要用的是这个魅惑电眼持久打底膏。那其实我本来就有用眼影打底的习惯嘛，因为我的眼皮比较暗沉，然后会容易吃眼影。然后我之前分享几款都是专柜的，我一直有在寻觅就是开价比较平价的选择跟大家推荐。那后来我用了这款之后，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它的质地很特别，它是属于那种天鹅绒的质地，然后上起来是半透明状的。你涂上去的时候看起来是偏肤色，然后实际推开来呢，它其实是比较偏向半透明的质地，然后在整个眼窝这样打底，然后去让眼影可以更服帖，然后持久。那我实际用了它之后，我觉得它的确有帮助眼影更服帖持久的效果，但是因为它的质地啊，其实是比较偏向有点半透明状的，所以修饰眼皮暗沉的程度是稍微比较有限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眼皮真的很暗沉很严重的话，你上完这个啊，建议你可以再用一个雾面的那种肤色眼影来打底，你的眼皮就会比较干净漂亮。但是呢，它以开价来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单品。如果你想找眼影打底的话，你可以尝试看看这一款。再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这个魅惑电眼12色眼影盘。那其实我之前在开价新品影片中，就有一次有用它的眼影盘来上妆。那上妆之后，那时候我就有大力的称赞它，我觉得它就是算开价中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一般眼影盘可能了不起4到5色就很多了，可是呢，它直接一口气给你12个颜色，而且它12个颜色是雾面啊、珠光啊，甚至是比较亮偏一点的颜色都有，等于是一盒可以完成很多不同变化的眼妆，而且它的粉质是比较偏向那种欧美彩妆那种感觉，就是它的显色度啊、饱和度都是比较高的。那在前阵子的圣诞节呢，它推出了3个新的颜色，分别是7号、8号跟9号，3个颜色都是比较彩度比较高一点点的。那因为最近就是接下来就是农历春节了嘛，所以我想说今天就用这个红色系来完成眼妆，就是有一个比较喜气的感觉。在开始上妆之前呢，先给你们看一下眼影的配色，它有这种雾面的啊，也有泥光跟珠光的，然后它附了一个双头的眼影棒，眼影棒有这个比较海绵头的跟刷头的，但是我自己还是习惯自己的眼影刷啦，所以我今天还是会用我自己的眼影刷来上妆。先用浅粉色在眼窝大量的打底，然后慢慢往上晕染。再沾取桃红色当做眼影的主色调，一样沾桃红色，从下眼影画出一个7字形。再来呢，用一个比较浅的亮橘色，从眼头画到眼中。最后我会沾这个深一点的咖啡色，拉长眼尾，制造一点深邃感。那这版眼影啊，我觉得以开价来说，不管是显色度还有持久度表现都很不错，而且它又很好晕染，所以在 Rimmel 他们家产品中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款。眼妆完成之后呢，我们来上腮红，用的是这个叛逆玩色腮红盘。它总共出了4个颜色，那它这个4个颜色其实比较不像我们一般常见的那种开价色调，就是它其实颜色是比较特别的，尤其是其中这个5号。那它这个4款有分成2种质地，1号跟5号这2个颜色呢是稍微带一点点微珠光的，然后4号跟6号这2个是比较偏雾面的。那如果我要选的话，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这种纯雾面质地的腮红。那我今天直接用6号这个稍微带一点点裸粉色调的来上腮红，还没上之前，直接叠在苹果肌的地方。
有看到它颜色虽然淡，但是它的显色度是还不错的。而且我还蛮喜欢这款腮红，是它粉质其实以开价来说算是还蛮细的，然后又很大颗。上完腮红没上，还是有点修饰气色的作用。那因为今天眼妆比较重，所以我的腮红就不要上得太重，免得跟眼妆互相打架。然后特别提醒在选色上啊，1号我觉得它本身的亮片感比较重一点，所以我觉得它不太适合单擦，你可以拿来就是叠在原本的腮红上，增加一点点气色，就是那种闪烁的感觉。然后5号的颜色它其实是比较深的，它有点点葡萄紫色，所以下手记得不要太重。但整体来说呢，它整一颗有高达9克的容量，所以算是一样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牌。我觉得 Rimmel 他们家的东西很多就是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最后唇彩呢，我要用的是极限长效亮彩唇膏，这算是他们比较近期推出的新品。然后这个唇膏它的质地比较特别，它是属于那种微金属光泽的质地，但是呢它的保湿度跟滑顺度都还不错，所以其实是不太需要用护唇膏去打底就可以直接上的。然后它出了蛮多颜色，我今天用其中的2个颜色来叠擦。先用这个058，它是稍微带一点点粉色调的干燥玫瑰粉色，先擦整个饱和唇。再用262去擦在唇中间，制造一点点渐层的感觉。那因为它的质地是比较偏向金属光泽，所以我觉得一擦就会有那种很亮眼的感觉，所以还蛮适合去参加一些正式场合啊，或者是一些 party 的时候，我觉得唇彩就会成为你妆容的亮点。那10个颜色的色选也还蛮多的，像是有玫瑰色系、红色系、橘色系都有。但是呢，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就是有些人可能不能接受的是。它有一个梅子味，那这个梅子味的话，我觉得可能比较见仁见智吧。我自己就是觉得擦上去会有一点点甜甜的。那如果你对味道比较介意的话，你可以去试用的时候看看你可不可以接受这个味道。OK， 稍微整装了一下之后呢，就是让你们看起来会整体那个妆容跟服装更有搭配的感觉。那其实Rimmel 他们家的品项真的非常非常多。我今天介绍的其实大部分就是比较热门，或者是我自己用的比较有喜欢的品项跟你们分享。那如果要我从所有品项中选出 Rimmel 他们家我最爱的前3名的话呢，分别会是这个12色眼影盘，然后前面有提过，然后还有腮红跟最后的这个遮瑕膏，这3款是我自己最推荐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的。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 Rimmel 全妆影片，然后有任何问题一样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然后别忘了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一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